今天的嘉宾来了吗？他是一个人来还是跟他女朋友来？一个人就前去欢迎他，两个人就问他来干嘛？全听你说。来了！嗨，明姐，来！剪头发了啊，对，我刚剪。你就一个人来吗？我一个人啊。你刚刚带什么东西来？你拿你的包包。听说你今天有带什么东西来？我今天带我的战袍哎。战袍就是当年。对，我走进去吗？你可以滚进来。OK。这舞台都是你的啦。什么战袍？我的战袍是，我很庆幸它还在。我本来今天我要穿来，肥了对吗？我昨天晚上穿的时候感觉怪怪的。这个是什么衣服？你们背带裤，好可爱。它是背带裤。对，这个就是当年 audition 台湾恒出新秀，我穿这个背带裤，还有一件白色的 T 恤。你记得套啊？套啊，我。你别这样，人家会知道我们肿了很多。没事，别，毕竟12年了，弟弟别。这个 size 有点大的，我可以这样。对，别硬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你把它带来的用意是你要时时提醒自己，这就是当年我的战服。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你记得当年你的那个才华的面试号码几号吗？我不知道哎。309 2。真的吗？真的，我再把这个号码贴上去。哇，我要哭了。哇，多可爱！哦，我也是这样穿的，背带裤。哎呀，好可爱！可不可以来些小段？我真的不记得，可能那个我还记得一点点。我在比赛的时候好像是。这种的 wave 这样子，对我太久没有跳了，就是。哎呦，可爱小子，我也行。其实凤姐你知道哦，这个表情啊，以前我个人认为是我招牌表情，现在我做我就感觉很恶心。那当年那个时候做真的是可爱。哇，这个真的让我哭了嘞，这个真的。你现在脱裤子脱下来，别掉裆了。OK。明杰可以说是我们今年红星大奖的最佳男配角得主，可是他也是我们当年的才华冠军呐。OK， 好，今年先恭喜你得到了这个演艺奖项的认可，谢谢。当天的心情是怎么样？叫了我名字那一刻，我是红星大奖2022最佳男配角徐明杰。恭喜明杰！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希望得奖感言可以长一点，因为我毕竟不是常客。之前有没有准备一下？说实在，我有准备，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我肯定有准备。对手，我下一次我上这个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什么，但是可能会这样想。对，但是关于一个专业奖项，我真的期盼已久。所以你那时候有没有之前就是说跟凤玲啊，或者是跟你的朋友就讲好说，今天不管有得没得，我们就一定去吃炸鸡。是，其实之前我也是跟他讲说，不管今天有没有拿奖，我们都要去吃炸鸡。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所以算是你们俩最欢庆的一年吧。我觉得很完美。其实明杰也不是第一次得奖，她早在出道第4年，她就凭了《我要嫁给你》这部戏，获得了亚洲电视大奖的最佳男配角。是，也很意外啦。也不会啊，你出道4年就得到奖啦，那个奖你好像仿佛没有去大肆庆祝一样，感觉你更渴望得到红星大奖。是因为毕竟我是新传媒艺人嘛。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就是新传媒，所以我觉得家里的认可多过于外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会想要说，家里人可以为我而感到骄傲，然后我会更努力的去证明在外面给大家看，我是妈妈的骄傲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那个奖项给我一个鼓励，就是说我把自己困住了啊。困住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要纠结于这个东西？哦，你说奖项，我以为你讲说你得了奖之后，关于学院派的作风跟出社会的演技，你困住你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你没发挥了。那个时候是已经入行4年了嘛，可是前面的4年，我经历到很多的挫败，很多的打击这样子。所以经历了一个小小的磨难，
然后第4年因为这部戏得到了一个奖，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让你开花结果，还是又进入到有一些矛盾点就对了。呀，从小妈妈用心在栽培你成长的。他一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在小学5年级开始加入一个电影集团办了一个业余艺校，所以你妈妈算是很有先见之明。是会不会是她看到你本身在文术方面就没有特别的厉害，所以就往艺术方面努力栽培？有可能呢、我的也就是这样啊。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我的艺术分是高很多的，对数学最烂吧？数学是烂到爆，我跟你讲，学艺术的都是这样子。我跟你讲，老天爷是公平的。真的我跟你这来，我也手一笑。哇真的我懂你我嘛。难过嘞，我都不好意思讲我高考分数嘞。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比如说学习上的障碍，然后或者是叛逆啊？叛逆有，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叛逆。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那个叛逆的种子已经发芽了，所以初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校园的风云人物，会吉他，会打球，又踢足球，所以有一些女生喜欢我。有些时候你放学真的是会有几十个人在学校对面等你的嘞，哇，真的，对，讲这实话吗？绝对是讲真话。对，没有那群人等我是要打我的。对，就是外校的男生喜欢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生一直在他面前说我，那他们外校的他们就来看我是谁咯，就看到我出来了，哎，那个谁，过来，人我假了，怕吗？怕，我脚在抖啊，然后我再左看右看两边，跟我出来的同学不见了，之后我就一个人去面对这30分钟，然后嘞，怎么面对？就聊哦，聊，还能聊霸凌嘞？不，可是背负着风云人物这4个字哦，你不能漏气嘛，对吗 ？OK 啊，没事啊，OK 啊，我一个人可以面对这后。面已经发凉了。我整个被湿透，你知道吗？然后就去了，然后心想，爸，你在我身边就好了，快来救我。所以还好你都没有跟他打起来啦。没有你真正的叛逆也没有真正的说什么去火拼。有，那是到高中时期了，就真的是进入到专业的院校学艺术类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去一个溜冰场，然后我的朋友就系鞋带换鞋，然后不小心撞到一个女生，然后那女生就我的朋友就说，哎，对不起。不久之后有一个男生他就过来，他说，哎，你撞到我女朋友，你知道吗？对你吗？还是对你的朋友？对着我的朋友。 OK。他说你撞到我女朋友，你知道吗？他说哦，是你女朋友。哦，我跟他讲对不起了。他说一句对不起就好了。然后后面的火药味就开始，你就觉得不大对劲。哦。然后我们就先走了。之后我们就在马路对面，然后我们就看到密密麻麻的人挤满这个楼梯，你知道吗？哇，很像古惑仔片段，你知道吗？兄弟们，冲！我们那边哦，像蚂蚁一样，你知道吗？你一滴水下去就，这样子嘞。然后那时候我很怕。你躲去哪里？那时候你 OK， 我跟我一个朋友，就是闹事的那个人，就逃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走了一圈，看了时间差不多了，大概过了1个半小时左右。我说，哎，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一看？那个时候都晚上还是晚上？晚上了，已经要凌晨了。因为我那天穿红衣服，所以有人认出我。他说那个穿红衣服的站住。我朋友说，别回头，别应他。我就走。哎，红衣服的，我叫你站住，别回头，慢慢走。然后我说不行哎，他已经认出我了。然后我就听到后面脚步声，跑的脚步声。我有回头看他，我说跑，我就跑了。他一次。机器眼就对了。对，演路人甲。对，因为我们是学表演的嘛，我们信念感很强，很忧郁，感觉好像跟女朋友分手，我只是在散步这样。对，我就啊，然后就跑到一个浴池里面的厕所。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隔天全班男生好像都不在。哦，我那个朋友有被打进医院。之后就全部就处罚了，处罚之后就没有再敢这样子了。你那个时候讲说，你那个时候已经是表演学校了啊，哦就是专业学校、演艺学校。你在这个学校里头，你们真正教导的都是什么？也是身台形表。我们知道后来的明杰在参加才华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给他很强的加分，因为他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就跟一般我们看到的一些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基本功。我的印象很深刻的是解放天性。
哦，作为演员必须要有的一个功课 OK，就是你怎么样如何在这么多人面前弄丑、弄烂、糟践你自己，如何把你整个人释放出来。然后接下来一课就是成功，是早上练就是当时早上是每天是5、6点就起床，然后老师就会骂我们一轮。他自己也在练让我们成功。对，就是你们站一排，他就开始一个一个骂，骂到你生气了，然后他就过一条小溪啦，他过到对面，等他就坐在那边，他很有中气嘛，骂我，很大声的，就所有人骂过去，我听不到你们在骂什么，我听不到，因为他要每一句话他能听清楚我们在骂他什么。我现在这几年我才开始慢慢再把学校的东西拿出来用，哎，那就是底子有在那边，你才会再把它一直我之前 refresh。我丢了，全部不是丢，我不要用，因为我曾经觉得没有人 appreciate 这些东西。我有做人物小传，对，什么是叫人物小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拿到手上的角色介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角色性格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大概的一个介绍。我的人物小传是在这些介绍里面没有的东西，他的成长经历，他的家庭背景，如何使得他有这样的性格造成使然，让他的人物更有支撑。所以你这个人物的这些有写在你的手机里的。我现在还在写，等一下我找一下啊。哎，其实主持人也会的嘞，有时候丽丽也会看到我在手机里打一些对一个人的，就是我们的撰稿都会把所有的主题都拿出来，等我这边我就有写一个角色，都在里头哎。在里头。这个是《超棒民众》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也是电影的，这个是舞台剧。其实速战速决，我拿到那个人物的时候，我非常兴奋的，我饰演那个角色，所以我给这个角色设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背景。阿兄啊！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一个人抚养弟弟长大的，因为他有抚养弟弟，他有这个责任，还有一个阿公，其实是一个很破碎的家庭环境生长的。打给 spot。林明球，你们学长在里面。是阿兄，你是不是做坏事？所以他要作为一个家里面的支柱，所以他有什么钱赚，他就会去。所以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毒品。我以前有被说你想太多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跟导演起一些冲突你。真的跟导演起冲突啊？真的，他讲你想太多了，你写这些东西干嘛？用不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表演开始产生怀疑，甚至于可能觉得科班的有点木。有人这么跟你？有一些他们分享过啦，对他不是讲我啦，可能是说他有见过其他的科班，有点木，有点一板一眼。但是我在想，你跟人家碰到对这件事情的认同上跟理解上有意义的时候，还要得说服你呀、你要告诉我原因，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没时间，对，可以吗？对，那你要可以怎么办？当时的我不可以这样子，现在的我可以。我只能说你圆滑了，你聪明了，比较懂事吧。哈，明杰在科班的时候就已经有发一些明星梦了吗？有对吧？我就开始出去面试啊，做广告啊，接了什么广告？我接很多、那时候我可以上海广告小王子。哇！那我一直拍那种快餐啊、饮料啊这方面的广告。你怎么被选中的呢？就是我觉得是有读专科的好处，是，然后你那时候长得真的是特别干，你一笑那个眼睛都飞起来。就可能那时候就比较阳光这样子，然后比较放，然后很会跟经纪人打交道。然后我们来试看看，哎，那个9令，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拍了很多，我们来试看看，这是我们来 action 一下，看当年明杰说拍了很多饮料的。 OK， 好，这架是你的啊、对，你会怎么样？好。炎热的夏天有没有？炎热的夏天，然后打篮球，哇，很累啊，好肤浅，好肤浅的眼睛。还要流汗滴。哎，就是自己在那个情绪当中放得开。没有，其实拍广告他们有自己的那个 Storyboard 广告啊。对，我好的是我去到那边开会跟造型的时候，我会说，我可以这么做。最后你就因为这样子，经纪人叫你去参加一个才华的一个面试，对，
那个时候有人告诉你才华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一个比赛吗？也是一个选秀节目咯，就是但是比了你就要去新加坡。然后我说新加坡是哪里啊？对啊，你没想过会被骗吗？我没有想过，我完全没这么想过哎。你这孩子可能如果真的是当下我被骗，我就真的被骗。就真的被骗。但是以前对于我来说，哪里有机会可以出名，哪里有机会可以成名，我就要去啊！我要把握那个机会，什么都去，我什么广告的 casting 我都去了。很好，很好，对真的。对，因为我那时候很饥渴。所以当你一踏进新加坡的时候，哇，好漂亮哦！什么时候第一次进到电视台？第一次新加坡艺人，你看到的是艺人啊？好像有哎，但只是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对，因为可能对一些外籍参赛者来讲的话，好像游客这样。是。进嘉利古山跟进动物园是一样的，都是新鲜的。是。哇，周围全是英文字，你知道吗？对吗？对。因为我那边全是中文字，哎，这边全是英文字，哇！有没有些许小小的自豪感也来了？有，就是比赛大概到10强的时候，所以在整个那个时候过程辛苦吗？完全不辛苦哎，我很喜欢那个过程。怎样呢？就是说很轻松，学校这样没有对，就好像在学校这样子，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我在学校经常做的，老师教的表演练习也好，或者怎么练好，我第一个出来，来，这个我会。其实我觉得到10强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成为明星了。我好想，你看你那个表情。对，因为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哎，我被大家看到了。黑马对吗？那个时候被大家定对黑马，所以我就觉得是应该更加努力。因为我知道明杰就是当年的冠军嘛可是感觉那时候你的状况不是挺好的。得到才华冠军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压力？我觉得是鼓励也是压力啦。我觉得那个压力是我没有想到会有的，因为自己以前过得太幸福。对，因为如果我这样重看那个时候的人生经验，你根本还没有长大，你人生也没有挫败，你人生最大的挫败就是滑冰那个差点被打，这件事情最紧张。而且那个时候还着急长大，真的就明星咯，对，也不容犯错，你的人格什么全部都要出来了。对，而且自己的个性又很强烈，这样子，对，所以很多撞墙啊。那你现在来到这边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或什么让你觉得比较难融入的？比如说凤玲教你说，要住 HDB 啊，让你去学习，不要一直住在那个芒罗租小房子，让你更生活在民间这样。对，我觉得凤玲是我一个好像打开我眼睛的一盏明光这样子，因为认识了她，接触了她之后，我才发现我跟这片土地有连接了。以前我觉得是飘来飘去，总觉得哪一天我会离开，我不清楚，然后也是不知道小贩中心跟咖啡店的区别。对，我那时候完全不懂为什么有一些叫 food court， 有一些叫 kopi店，有一些叫什么好客hawker center。我想说什么区别？也对，外地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是。然后还有就是水电费是怎么样交的，有点不知所措。他怎么给你建议？好像说我一直以来都住在布基迪玛那一块地方，然后他叫我搬离那个地方，最后我去了，然后我告诉我自己是个演员，我要体验生活，这才是我现在开始体验生活的时候。因为以后当我在演一些关于本地特色的一些人物的时候，我更多的取材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凤玲慢慢的改变，对，慢慢的陪你一起。是他陪我一起走过这段路，我很感谢他了。我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我自己都发现。是你跟他拍拖多久了？7年。怎么认识的？以前我很早认识他，但是就不熟，然后也是会耳朵软嘛，就会听很多外界的一些东西，影响我对他的看法。直到我自己认识他之后，才发现他不是这个样子。怎么开始的？就是《人生无所谓》演戏的时候，就是他毫不掩饰的在鼓励我。他说：“其实你很会演戏耶，你的表演跟别人不一样。”哇！当时我听到我真的那一天真的是超开心的，被一个同行、一个演员，甚至于他入行比我久，算是一个前辈，他这样的说我，给我很多的信心和鼓励，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跟他接触，愿意跟他分享越来越多我对表演的看法。我们就更熟了。在
确定帕托的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障碍，就是她算是阿姐？啊，会啊，我会怕嘛，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要强嘛，对，对，又觉得哇，他这么成功，我跟他在一起一定会被很多人讲。但是我发现，如果你撇开这一些的话，她就是一个小女孩。我不可以跟他在一起吗？为什么？是送机事件才开始曝光的。让我非常感动，他那个行为。他知道我的父母在新加坡，然后也知道妈妈、父亲他们什么时候回国，然后他会问：“哎，你会去送他们吗？”我说我不会，然后我就很老实的跟他说，因为我妈妈每一次分离她都会哭，不管是多少次，我也会哭，但是我从来不会想要让他们看到我哭，所以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他凌晨4点就在我家门口了，他送，我还是没有去，我没有去。然后妈妈还打给我，她说这个女生是谁？这个女生是谁？对，都已经追到妈妈面前来了。这女生是谁？她跟妈妈聊了很多，妈妈觉得她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开始对她有很多的好感。哎，这样感觉是凤玲追上去的。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初期，你们没有做多久的保密功夫嘛，好像一下就曝光了嘛。就是因为我了。这样哎，这个不是你跟我讲之前讲过的，我们 record 的吗？那个爆，他自己都翻白眼了。那一年是我第1年站上红星大奖的舞台，太兴奋了。凤玲是开心的吧？因为他从来也不否认。他知道我太兴奋了，我兴奋有点过头了。你跟凤玲在这样的一个大是大非面前，他有大生气过吗？有啦，他会吗？会，大家眼中我们很甜蜜嘛，但其实我们就跟普通情侣一样，我们是会吵架的。所有的争吵都是谁让谁比较多，还是没？说实话，凤玲让我多，我看得出来。真的。就有些时候我还会有一个倔强，有一个男生的自尊心在那边，我不要先跨出这一步，我觉得不好。你们俩之间的个性是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完全不同的，就是说我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他是一个随性的人。然后，现在有感动 ，OK， 我们现在开车去谁的家，然后去买一个蛋糕送给他。他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哦，OK 咯，好咯。然后我一天下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这个过程、这个时间段我没有成功，会吵。我说你不能每次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吃一个闭门羹，你看了你的感动，你感动却别人不在家。凤玲是这么随性的吗？他很随性的，他做什么事他都不后悔的吗？不会后悔，后悔是什么？对，他总会从那一个事件中找到一个闪光点，是正面的，他就会往那个正面的钻，钻了之后，看是不是不错啊？我觉得我要接受了，他所做的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调整彼此。听说你们还有去经过那个婚姻辅导，婚前辅导课程都在学些什么？他其实在了解，彼此之间的性格上的不同，会了解到你们俩相处的时候，你们不一样的性格会发生哪些摩擦，然后如何调整，如何情绪管理，然后我们彼此磨合。所以你们有打算要步入婚姻，只是都还在做一些热身，对，准备。对，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可以计划这样子。我们知道凤玲前一阵子她宣布了，就是她有人生的另外的一些规划。在这个方面也是有跟你去达成一些沟通。有啊，我不意外，我很支持啊。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计划未来了。你听到了之后，你是马上就支持，还是我心里会有害怕的，担心，觉得可不可以啊？对，舍不舍得啊？对，就好像说啊，我们还要结婚啊，还要筹备组织家庭啊。你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对的吗？到最后我看到他如此的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我就决定我要支持他。对我来说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要再成长，我要再继续的成熟，可以成为他能依靠的肩膀。其实我觉得你跟凤玲的感情是已经非常稳定了，但是我相信外界的压力、朋友的压力跟粉丝的压力
都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听到你们彼此已经有这样的承诺，有这样的契约，只是不要给自己时间的限制。也是希望大家以后不要一直催婚，是吗？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给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杰。 Hello， 我是凤玲。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如果有好消息的话，一定第一时间和观众们分享。然后好消息来了，我和凤玲订婚啦！对，谢谢大家一路的关注以及支持。然后在新的旅程当中，我们都会做好自己的本分。哦，对了，还有凤姐，红包拿来！所以现在让明杰回首当年，有没有哪一个阶段的明杰你很想跟他对话的？刚入行的自己啊，你想对刚入行的自己，明杰有什么话说？我想要跟刚入行的自己说，其实你很勇敢，一个人单枪匹马，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就来新加坡，一路跌跌撞撞，受了伤，还是有爬起来，就不用担心，6、7年后有一个女孩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来帮助你，让你可以真正的做自己。这些年，很多人在你的生命中进进出出，但是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之后，他永远不会走出去。所以你可以向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迈进，因为我相信有更好的等着你。加油，明杰！我相信大家都为你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那远在家乡的妈妈、爸爸，也一定是非常感动的。你现在会去送他们了吗？会送，因为凤梨，我改变了释放你的感情。。对，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然后节目呢，还有送你这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我还有礼物啊！小小的礼物，我觉得就是制作组吧跟所有影迷的一个心意。哎呦，好可爱！希望你们真的可以快点把自己的这个爱的家园给建立起来，成家立业，成家立业。我觉得之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日子，所以接下来的路就是让你们更加的灿烂。谢谢凤梨，谢谢你，谢谢。谢谢你们。然后炸鸡要怎么样才会给它开始美味？就是没有实体的。吃就脆吗？就是咬就是要很香，吃一口，你吃一口，不给这样子啊，自己给自己吸呀，大家逗彼此。对，我很需要人帮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惊哦，对，我错了，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要帮忙，我就是要帮忙，我可以上个厕所吗？可以啊，这真的我喝很多水。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